很多女性都有乳腺结节的困扰，除了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动作。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双手向上抬起，手掌心向内，然后手臂自然的上下甩动，双腿呢也配合着弯曲伸直，甩动一会儿再站直，左手向上抬起，右手自然落下，然后呢交替的甩动。这个甩手动作做5到10分钟，每天甩动3次。这样甩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排毒，还能够舒展肩膀，缓解腰酸背痛，对疏通乳腺结节、改善驼背有很大帮助。那女人有乳腺结节啊，要少生气、少熬夜，注意呢多运动。推荐大家可以常喝蒲公英根茶，有通乳散结的作用，有助呢改善乳腺结节。相信说到鸡精和味精，大家都应该不陌生，基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。鸡精和味精是很好的一种调味品，只是每家用的可能不一样，有些人用的是鸡精，有些人用的是味精，但也有人说鸡精和味精对身体有害。那鸡精和味精有什么区别呢？哪个危害更大一些呢？首先说鸡精，鸡精是用鸡肉粉、鸡味香精、盐、糖、辛香料等，经过很多工序提炼而成的。它的提鲜效果呀，要比味精更好一些，所以大多数人比较喜欢吃鸡精。那再来说说味精。味精的主要成分呢是谷氨酸钠，鲜味是比较单纯的，而相比鸡精来说，除了没有鸡肉提鲜成分外，基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那总的来说，鸡精和味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在食用鸡精和味精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因为这2种调味品中含有的谷氨酸钠在吃进肚子时呢，会和胃酸反应生成谷氨酸和氯化钠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食用时只要适量就行。身上最脏的器官可能含有大量寄生虫，免费送也别要。鸡肉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，很多人喜欢吃，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。那鸡身上的很多部位也都会被人们拿来制作成各种美食，但是鸡身上有些部位是不能吃的，很多人还把它当作补品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鸡头。鸡头很多人都爱吃，其实呢，鸡头含有的毒素是最多的，因为现在的鸡大多数都是采用饲料喂养的，饲料中都含有一定的化学物质，鸡在吃的时候会吃进去一些有害物质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鸡头是不宜食用的。第二个，鸡皮。很多人在吃鸡的时候会连鸡皮一起吃，虽然鸡皮很好吃，但是鸡皮中含有大量的脂肪和大量的寄生虫，吃多了容易导致血脂升高。而且简单的用温水烫过的鸡皮，其中的细菌和寄生虫是不能够完全被消灭的，吃了会影响身体健康。那常言道，病从口入，所以鸡身上的这2个部位免费给也别要。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大家最好不要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要排便1到2次，或者2到3天排便1次。如果超过3天不排便，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敲打带脉。带脉在我们腰部的2侧，带脉呢也是一条横向的静脉。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敲打带脉。敲打的方法呢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用手指关节敲打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敲打带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促进排便，对预防便秘有很大好处。而且经常敲打带脉还能够缓解月经不调、腰酸背痛等症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那想要预防便秘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还有注意腹部的保暖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肝脏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排毒解毒器官，但是肝脏非常脆弱，一旦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日常养肝，预防肝病就尤为重要。然而生活中有一些坏习惯在默默地伤害肝脏，希望你趁早改掉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，熬夜，睡眠不足。现在打游戏、刷微博、朋友聚会等，这些都成为睡眠不足、熬夜的帮凶。
而肝脏的解毒和排毒时间呀，都是在人休息之后。如果经常熬夜，就会导致肝脏无法修复，降低肝脏的解毒功能，给肝脏造成损伤。第二，爱发脾气，情绪不好。情绪的好坏和肝脏的健康息息相关。如果经常生气，让自己处在一个焦虑、急躁、抑郁的状态，就容易引起肝气郁结，给肝脏带来伤害。第三，酗酒。喝酒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了，但是对于嗜酒如命的人来说，很容易引起酒精性的肝脏疾病，比如脂肪肝、酒精肝等，给肝脏带来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建议大家要少喝酒。如果上面这3个坏习惯你都能够改掉，或许肝脏会慢慢的变好，身体呢也会对你说感谢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你还知道哪些的人每天工作对着电脑，空闲时间盯着手机，经常会出现视物模糊、眼睛干涩的情况？其实眼睛的健康和肝脏有很大关系。如果肝血不足，双眼得不到滋养，就可能出现问题。所以想要眼睛好，先要养肝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就是推推我们的两肋，站着坐着都可以，把双手分别按在左右肋骨间隙处，然后向胸前推搓，等到2个手交叉的时候再返回去，这样反复的推100下。经常推两肋可以帮助增强肝脏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肝脏好了，眼睛也会更健康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茶饮——菊花枸杞茶。眼睛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每天喝一杯菊花枸杞茶，有很好的养肝明目的功效。3餐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很多减肥的人呢会选择不吃晚餐来减肥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。长期不吃晚餐的人可能要承受3个后果，希望大家要注意。影响睡眠质量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饭，睡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饿，这样会让大脑神经处于兴奋的状态，向你传达饿的信号，从而影响睡眠质量。影响肠胃健康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胃部消化食物的时间大约在4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餐，而距离中午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胃里面没有食物进行消化，这样胃酸就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时间长了会影响肠胃健康，引起低血糖。我们的身体是一直在代谢的，而代谢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和营养。如果长期不吃晚饭，身体没有及时的补充营养，时间长了就会使人出现低血糖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那俗话说，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。只有保持正常有规律的饮食习惯，这样才不会使人发胖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这是大家一直都谈论的话题，很多女性为了减肥会选择节食的方法，最后饿得不行。其实减肥并不一定非要饿肚子，如果能换掉下面3种食物，也许你也能瘦得好，吃的也好。饮料，女生都喜欢甜甜的东西，尤其喜欢喝果汁和饮料。这类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，除此之外呢，还含有很多的香精和防腐剂。如果喝太多，就会使人发胖，建议大家用水或者是茶代替。白面包，白面包也是很多女性爱吃的。白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化学物质，不仅没有营养，也会使人身体发胖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换成全麦面包。水果干，很多人减肥不吃主食，就会吃一些水果干来填饱肚子。水果干这类小零食也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如果吃多了也容易使人发胖，不利于减肥。建议大家还是多吃新鲜的水果比较好。筋软1寸，寿长10年。因为人的筋之根在脚部，所以养生要先养脚。在我们的脚底就有根筋，这根筋越软，对长寿越有帮助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是比泡脚10次还管用呢。端坐在床上，两脚脚掌相对，然后相互的拍打5分钟左右，要有节奏的拍打。这样拍打可能脚底的凹陷拍打不到，这时就可以用左手拍打右脚脚底，右手拍打左脚脚底。那经常这样拍打，可以将脚部的筋拉软，让身体变得更强壮，能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大家还可以在晚上泡脚的时候多按一按脚，也能够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虽然拍打双脚有养生的效果，不过也要适可而止，不要拍打时间太长哦。
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